如果你剛好打算在2026年買一台休旅車，這支影片千萬別劃掉。看這支影片不只能幫你省下好幾十萬的冤枉錢，還能幫你避開人生最貴的一次踩雷經驗，絕對不讓你當買車的冤大頭。很多 SUV 在展間看起来都超完美，外觀帥，行路精美，加上廣告拍的超吸睛，感覺完全就是你的夢想天菜。但真的牽回家天天開，有些車根本就是吃錢怪獸，保養修車費貴到哭車機整天當機这種鳥問題，還有一堆反人類的小設計，保證讓你每天開每天氣。但反過來說，市場上也有幾台休旅車實力滿點，卻被大家嚴重低估。今天我們就來好好盤點一下。講到2026年最好直接閃遠一點的休旅車，一定要先提這台經典神車2015年的 Volvo XC90。第一眼看到它，真的會覺得是夢幻一品，優雅奢華，滿滿的北歐風設計，一坐進去那種安全感直接拉滿，你會覺得天啊，這就是我的夢想車。但現實總是骨感的，一堆車主回報了你在試駕時根本抓不到的引擎大魔王問題，吃機油吃的超誇張，跑1000公里就能吃掉1公升。想象一下，假日起勁跑個長途回來，一輛機油尺又底線了，心真的會涼半截。這不止煩人，累積下來的花費根本是無底洞，而且慘的還不止這樣，這台的渦輪增壓器也是出名愛故障，開到一半突然軟腳沒力，引擎發抖，進一次原廠沒噴個好幾萬塊根本出不來，接着是正時鏈條，冷車發動時一音狂響，引擎缺火，這些一開始的小警訊，最後都會變成修到吐血的大麻煩，最後就是電子系統了。原本標榜豪華科技感的大熒幕和數位儀表，開久了直接變成噩夢。導航當機，駕駛輔助系統罷工，連選配的氣壓懸吊都可能隨時起起落落。原本買豪華休旅想享受的配備，最後都在考驗你的耐心。簡單來說，2015年的 XC90 看起來很香，但買回家開絕對是費時費神又傷錢包。第一名，地雷車當之無愧。再來是現代的 Hyundai Kona， 第一眼看到它，真的會覺得它是完美的都市小休旅。入手的價格很甜，外觀也搶眼，大家第一時間都會想，哇，這買下去很划算。尤其在台灣這種狹窄的市區，車身小巧，回轉半徑小又好停，看似再合適不過，但開個幾個月下來，很多車主就開始搖頭了。剎車一音狂響，底盤懸吊衰退的超快，而且雙離合器變速箱在走走停停的市區低速行駛時，常常有明顯的頓挫感或起步遲鈍，這可不是個案，而是這台車的通病。如果開上高速公路或高架橋，隔音差到不行，底盤噪音跟風切聲直接灌進來，開長途真的很累人。再加上台灣一堆坑坑洞洞的不平路面，整台車彈跳感很重，開起來經驗相當差。接下來這個部分更是大部分人在買車前完全沒想到的料件問題。避震器、感知器這些在其他車上很常見的耗材 ，Kona 居然常常缺料，車子丟在維修廠待料，一等就是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，電話打到報車資花不停。原本以為買到便宜的高 CP 值休旅車，結果最後變成了耗時又傷財的吃錢大坑。簡單來說， Hyundai Kona 就是典型的好看但不耐用。外觀帥氣，剛開的時候感覺不錯，但長期開下來只會給你滿滿的煩躁跟意料之外的花費。這就是為什麼它緊接在 XC90 後面直接入選我們的避雷名單。第三個登場的踩雷候選人就是福斯的 VW T 冠。一提到 T 冠，大家腦海裡浮現的通常是一台穩重、現代感十足的德系休旅車，外觀利落，又是大家熟知的大品牌，全球銷量也很棒。第一眼看過去，它就像是一台主打實用又讓人安心的家電車，但真的別被外表給騙了。很多車主實際開過後的反饋，真的蠻讓人心驚膽戰的。首先是令人傻眼的吃機油問題，直接把你開車的好心情消耗殆盡。想象一下，只要出遠門跑個長途，你就得隨時心驚膽戰的檢查機油量是否又掉到底線。這種問題開個幾個月累積下來，後續的油錢跟保養費絕對會讓你很有感。再來就是被不少人吐槽的5+2第三排座椅，這根本是行銷手法。在規格配備表上看起來很吸引人，好像載朋友、親戚或偶爾救急都很方便，但實際上根本超難坐。成年人或大一點的小孩坐在後面，就像在擠沙丁魚一樣，稍微開遠一點，根本是在折磨人。車機系統也同樣讓人心碎，觸控界面一點都不直覺，開車時要調整功能非常容易分心，而且一堆車主回報熒幕會直接卡死當機，或是反應慢半拍。再加上引擎動力調校得有點尷尬，有時候踩下去起步很頓，有时候又衝得太猛，反應相當難捉摸。整體來說，這台原本呢以為買了最穩最保險的德系休旅，開久了反而變成一連串讓人抓狂的小麻煩，幾年下來真的只會越開越心累。看完了剛才的避雷名單，接下來要介紹的才是2026年真正值得推薦的幾台神車。
第一個上榜的強者就是 Toyota RAV4 油電版 Hybrid， 一上車你就能感覺得到，這台車完全把日常使用的所有需求都考量進去了。霸氣耐看的外觀，實用的內裝空間，還有現代化的科技配備，而且完全沒有那些花裡胡哨，開久了只會讓人抓狂的無用設計。這台車的核心就是它的 TS 油電複合動力系統，汽油引擎跟電動馬達的切換順暢到幾乎感覺不到，在走走停停的市區開起來安靜又順暢，跑長途高速更展現出驚人的省油實力。平均油耗每公升可以跑將近18到20公里，約 5.5L 每100公里，完美證明了省油跟動力輸出絕對可以兩者兼得。想象一下，你在市區走走停停輕鬆開，不僅大省油錢，路口起步大腳踩下去，動力也是隨叫隨到，而且不只是油耗數據好，看全車系標配的 Toyota Safety Senses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更是誠意十足，包含了全速域 ACC 主動式車距維持、LTA 車道循跡輔助、PCS 預警式防護剎車以及 RSA 標誌辨識。你可以很明顯感受到這台車完全是為了全家人的安全而設計，輕鬆應付日常駕駛的各種突發狀況。車室空間的部分也是令人驚豔，前後座空間都非常寬敞，椅子坐起來舒服，後車廂更是能裝。無論是假日露營、全家出遊載行李，還是好事多大採購都綽綽有餘。整台車給人的感覺就是扎實耐用又有巧思。最重要的是，買這台車完全不用擔心會有意料之外的修車大坑。Toyota 這麼多年來在台灣市場就是憑着超高耐用度、極低故障率，還有開起來讓人安心的絕佳口碑立足的。剛好在 CR-V 身邊的就是強敵 Honda CR-V E HEV 油電版。這台車第一眼看好像挺低調的，但實際開起來根本就是日常代步的任勞任怨神車。Honda 這次真的抓到重點了，把舒服、耐操還有好用的科技全部綁在一起。按按鈕發動的一瞬間，你就有感，它的 Chevy 油電切換順到不行，馬達跟引擎交接幾乎沒感覺，安靜的要命。配上 eCVT 變速箱，起步跟加速完全不抖不頓，在市區走走停停開起來超順暢，油耗表現也是相當省。除了省油， CR-V 的大空間更是它的拿手好戏。整台車裡面超寬敞，前後座腿部跟頭部空間都大到誇張，內裝質感不錯，又不會太浮誇，非常耐用，就是為了家庭日常準備的。後座還可以一键倒平，後車廂平到不行，要在大型家電、露營裝備或是全家出遊行李都輕輕鬆鬆，安全配備也是一次給齊，標配完整的 Honda Sensing， 像是車道偏離警示、主動剎車輔助通通有，顧到駕駛也顧到全家人。這就是一台平常開起來順手，完全不會用奇奇怪怪的維修費用來折磨你的好車。再來是 Subaru Crosstrek， 在有些地方它叫 XV。 這台車第一眼看過去可能不像某些豪華休旅那麼炫炮，但這剛好就是它的強項。它是一台極具實力的全能選手，不管是日常通勤還是假日跑去野外兜風，通通難倒不了它。這台車的靈魂就是它的全時4輪驅動 AWD， 而且全車系都是標配，不用另外加價選配，買來就有。這一點很有感，不管遇到大雨積水、山區泥濘路段，還是高速過彎， Crosstrek 底盤抓得牢牢的，整台車穩到不行，而且轉向靈活度出乎意料的好，再加上 Subaru 招牌的水平對握引擎，車身重心拉得很低，開起來的感覺就是過彎側傾非常小，抓地力極佳，不管路況多爛都能給你滿滿的操駕信心。油耗表現算中規中矩，平均1公升大概跑14到15公里左右，約 6.9L 每100公里。雖然不算最省，但考慮到它是全時4驅，又有真功夫越野底子，這個數字完全可以接受。車室內裝走的是實用耐操路線，沒有那些華而不實的裝飾，用的都是耐磨好整理的材質，開很久也不容易顯舊。空間表現應付日常生活，在家人或放露營裝備都綽綽有餘。從平日上班通勤到假日跑山露營，整台車設計的務實又貼心，完全沒有任何多餘的花拳繡腿。接下來是 Mazda CX-50， 這是一台第一眼看到就會被吸引的休旅車，動感的外觀，滿滿肌肉感的線條，加上加寬的輪距，讓整台車氣場超強。光是用看的不難發現，這台車就是專為享受駕駛樂趣而生的。有個性又不會顯得過度炫耀，引擎蓋底下搭載的 2.5 深渦輪增壓引擎動力非常澎湃，大腳油門踩下去貼背感十足，加速反應極快，連對動力挑剔的車主都會開得很過癮。而且 CX-50 完全沒有犧牲掉舒適度，底盤調校得非常均衡，帶有運動感卻不會過於硬跳，轉向精準直覺。
不管是過山路彎道還是跑高速公路都非常輕鬆。內裝部分走的是日系精致質感路線，真皮軟質塑料加上金屬飾板，打造出以駕駛者為中心的全數位座艙，整體氛圍高級卻不花哨，材質也很耐磨耐用，從全家出游到一个人市区兜风都能輕鬆應付。實用性方面 ，CX50 也很給力，加高的底盤離地高，配合 iActive AWD 4輪驅動系統，開去輕度越野跑泥濘路段完全沒問題。油耗表現每公升大約可以跑12到13公里左右，約 7.8L 每100公里。考慮到它的動力表現和全能性能，這個數據相當合理。簡單來說 ，Mazda CX50 就是一台獻給既要帥氣外形、操駕樂趣，又不想妥協日常實用性車主的最佳解答。最後壓軸登場的就是我們2026年最佳休旅車名單的重頭戲 Kia Telluride。如果你再找一台能同時把全家人照顧好、舒適度爆表又帶有豪華感的休旅車，選它準沒錯。一踏進車室，你就能感受到差別，空間超大，用料極具質感，整個內裝既優雅又兼顧實用性，特別是它的第3排座椅。在同級車裡面簡直是神級表現，連成年人坐進去都相當寬敞舒適，開長途也不會覺得憋屈，非常適合大家庭、朋友結伴或是多人出遊。而且全車的收納跟界面設計的超貼心，沒有花裡胡哨的費用配備，就是實打實的實用性，配上頂級豪車的質感，引擎蓋底下裝的是一台動力強勁的 V6 大排氣量自然進氣引擎，不管是在市區走走停停、跑高速公路，甚至是拖夜尾車露營，動力輸出都非常穩健。同時 Telluride 還給滿了各種黑科技，像是盲點偵測輔助、超大螢幕的車機系統，以及一堆駕駛輔助配備，開起來輕鬆又安心。簡單來說 Kia Telluride 就是一台全方位的完美休旅車，空間大，做工扎實，開起來舒服又安全，絕對是能陪你跟家人長長久久、越開越滿意的好夥伴。我們來幫大家快速總結一下。如果你打算在2026年買一台休旅車，千萬別被第一印象酷炫的外觀或廣告宣傳給騙了。我們前半段聊到的3款地雷車，2015年份的 Volvo XC90、Hyundai Kona 以及 VW Tiguan 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，買錯車不只要面對高昂的維修費，日常開起來小問題不斷，更是心累。相反，這次推薦的5款優質休旅 Toyota RAV4 Hybrid、Honda CR-V、Hi-Chevy、Subaru、Crosstrek、Mazda CX50 和 Kia Telluride 才是真正說到做到的好車，給足你穩定可靠的動力、貼心大空間、優異的安全性與合理的油耗，讓你開得長久安心，而不是整天往保養廠跑。買車真的要看仔細，別只顧着看馬力數據或行銷話術，多參考車主長期持有經驗、日常實用性與整體品質，選對了，未來好幾年都是省心又舒坦。各位車友，這幾款休旅車你最心動哪一台？或者你本身就是這些車款的車主，有什麼心得想分享，還是你有其他隱藏版神車推薦，我們開箱，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。如果喜歡這支影片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更多精彩的汽車評測與用車乾貨。注意安全，我們下支影片見。